谁能想到，堂堂皇太子埃里西竟然被一封信给整懵了。伊丽莎在信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她这次离开是为了完成一个很久以前的约定。她还专门帮他回忆，当年他是怎么嫌弃他的，什么死也不娶，什么宁愿吃生胡萝卜也不想见他，甚至还闹着要去修道院，就为了躲开这门婚事。看着这些陈年旧账，埃里西自己都愣住了。我真说过这种话？既然你这么讨厌结婚，那我就彻底消失。这些年真是辛苦你面对我了。信读到这里，埃里西终于意识到这回事情真的闹大了。信的结尾只有一句话：恭喜你，终于彻底解脱了。这几个字简直杀人诛心。埃里西死死攥着信纸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他以前确实总想躲着他，可当这一刻真的发生，他却慌了神。就在新皇登基不到1个月，原本该成为皇太子妃的伊丽莎竟然真的不见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，只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和这一封让他后悔莫及的绝交信。这下他是真的自由了，可这种自由根本不是他想要的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多年前的那片废墟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，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死寂。就在这一片荒凉里，皇帝停下了脚步，他发现角落里缩着一个孩子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只有那一头银发格外显眼。皇帝蹲下身子，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温和：孩子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他伸出了那只手，也给这个绝望的小女孩递过去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他轻轻握住那只小手，一把将这个瘦弱的女孩抱进怀里，动作虽然生疏，但却给了她最需要的安全感。皇帝温和地问：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结果这小姑娘半天没吭声，场面一度有点尴尬。他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听不懂这里的语言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终于开口了，她说：我叫公主。皇帝愣了一下，开始在心里盘算，邻国可没有长成这样的公主，估计是家里人太宠她，平时总这么叫，结果连真名都给忘了。想到这，他忍不住笑了笑，顺着他的话说：好巧，那我就是皇帝了。看着怀里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，他突然有了个主意。既然你记不起以前的名字，那从今天起你就叫伊丽莎吧，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？女孩愣愣地看着他，仿佛还没从这个新身份里回过神来。这是他流浪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人给他一个家。他轻轻点了点头，小声回答：好。伯恩哈德皇帝凯旋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帝国，全城百姓都在欢呼，迎接这位英雄的归来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在那辆华丽的马车里，竟然还坐着一个唯一的幸存女孩。这个神秘女孩的出现，让原本平静的皇宫彻底炸开了锅。贵族们私下里交头接耳，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到处都在传说伊丽莎是皇帝的私生女，甚至还有人说她是某个失踪皇室的后代。总之，各种离谱的猜测越传越邪乎。在皇宫里，谁要是敢对伊丽莎有一丁点怠慢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立刻卷铺盖走人。皇帝绝不允许任何人让她受委屈，为了让她住得舒服，他甚至直接送了一座私人宫殿。这种破格的宠爱让整个帝国的贵族都看傻了眼。现在的伊丽莎无论走到哪里，身边都围满了恭恭敬敬的仆人，在这座皇宫里已经没人敢对她指手画脚，除了一个人。高处的窗台边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。原本伊丽莎只想安安静静看会儿书，可这位小皇子埃里西偏要跑过来找茬。他一脸傲慢的大喊：别再跟着我了，你真的很烦人。他甚至还摆出一副施舍的语气，趁我现在心情还好，赶紧回你的房间去。殿下，伊丽莎头都没抬，直接开启了毒蛇模式。他说：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了？谁要跟着你啊？再说了，你长得也就那样，真没到让人想跟踪的地步。这一番话直接把埃里吸气的当场跳脚。他指着伊丽莎大吼：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礼仪老师没教过你要用敬语吗？我可是皇子，身份比你高多了。结果伊丽莎慢悠悠地回了一句：书上说敬语是留给值得尊敬的人用的，至于你吗？这下局面彻底反转了。原本想显摆身份的埃里西不仅没占到便宜，反而被对得哑口无言。伊丽莎这一开口简直是正面硬刚，她盯着眼前的皇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殿下，我一点都不尊敬你。这句话杀伤力太强，埃里西当场就破防了，他气得大喊大叫：凭什么？我以后可是要继承皇位的，所有人都要尊敬皇帝。面对这种小孩子脾气，伊丽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她冷冷地回了一句：等你哪天真当上皇帝了，我再考虑用敬语吧。看着埃里西在那抓狂，他甚至还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真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啊，摊上这么个继承人，看来我是没得选了。埃里西哪受过这种气，他一边跳脚一边吐槽：奶妈说你说话根本不像8岁小孩，简直像个老太婆。结果伊丽莎反手就是一个补刀，她说：那你说话的样子倒是非常像个5岁的小屁孩。最后这一句更是扎心。伊丽莎看着他，面无表情地丢下一枚炸弹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私下里都说你是个讨人嫌的家伙了。埃里西彻底急了，他指着伊丽莎大喊：要不是靠我父皇，你连个名字都不会有，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。面对这种羞辱，伊丽莎只是平静地翻过一页书，她淡淡地回了一句：殿下，其实我也没那么喜欢你。他抬起头看着这位小皇子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他说：你大可放心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变得和你一样，更没想过要平起平坐。这番话直接把埃里西听愣了，他原本以为对方会反驳或者哭闹，可伊丽莎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。对我来说，待在这里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已，吃饭、睡觉，甚至呼吸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为了活下去。伊丽莎心里很清楚，作为一个外人，无论别人怎么议论，她都只能装作不在乎，因为一旦开口反击，麻烦最后只会落在自己头上。可现在
他真的不想再忍了。他合上手里的书，看着眼前的埃里希说：“我累了。”还没等埃里希反应过来，他又补了一刀：“就是因为你一直跟我说话，我才觉得这么累。”埃里希被对得一愣一愣的，刚想问他从哪弄来的书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在叫他们的名字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皇帝突然出现了。他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，笑着说：“看来你们相处的挺不错嘛。”埃里希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伊丽莎就直接拆了台。他说：“我们相处的一点都不好。”皇帝显然没料到这个小姑娘会这么直接。伊丽莎接着补了一刀：“因为殿下非常讨厌我。”皇帝听完，意味深长地看了儿子一眼，他伸手按住两个孩子的肩膀，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。他说：“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，毕竟等你们长大以后，还有更长远的关系要维持。”谁能想到皇帝接下来的这句话简直像一道惊雷，直接在两个孩子耳边炸开。他说：“你们两个以后必须结婚。”这一瞬间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刚才还在吵架的两个人，现在彻底僵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埃里希这下彻底炸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，说自己绝对不会娶伊丽莎。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根本不合逻辑。可伊丽莎连头都没抬，只是淡定地叹了口气，反问他是不是傻子。伊丽莎认为结婚只是皇帝随口开的一个玩笑，谁能想到埃里希竟然当真了。埃里希这下真的慌了，他知道父亲说话算话，赶紧想拉伊丽莎下水，让他也想办法拒绝这门婚事。可伊丽莎根本没接这茬，反而凑过去问他：“刚才被骂成傻子，难道一点都不生气吗？”埃里希支支吾吾半天，说自己早就被骂习惯了，反正横竖都是被损，他已经彻底没脾气了。伊丽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甩出一个直球，问他是不是真的讨厌自己。这一句话直接把埃里希给问懵了。面对伊丽莎的步步紧逼，埃里希还在嘴硬，甚至放狠话说自己死也不会娶她。可伊丽莎根本没生气，反而一脸平静地说：“嫁不嫁对她来说都无所谓，因为她并不讨厌她。”还没等埃里希反应过来，伊丽莎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她说：“如果真到了必须结婚的那天，她会选择彻底消失。”这一句话像是一记重锤砸在埃里希心上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完全没料到对方已经想好了退路。他猛地站起身追问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伊丽莎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当着埃里希的面放下了狠话。她说：“未来的自己一定会比这位皇子更优秀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站在他这一边。比起那个只会发脾气的埃里希，大家显然会更喜欢他。”看着伊丽莎自信的笑容，埃里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他能轻易掌控的。伊丽莎最后告诉他，等到了那一天，就算没有这门婚事，他一个人也能活得精彩。这番话像是一记无形的耳光，让埃里希彻底乱了阵脚。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，心里那种莫名的危机感终于爆发了。谁能想到，为了守住小时候那个幼稚的约定，伊丽莎竟然真的走了。埃里希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心里全是后悔。大清早被紧急召进宫的丹特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他怎么也没法相信，那个一直待在宫里的伊丽莎，居然会无缘无故地失踪。丹特还在努力找借口，觉得他可能只是想出去透透气，或者是被婚约的消息吓到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可埃里希心里很清楚，伊丽莎从来不会做没把握的事。他直接递过去一张纸让丹特自己看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离家出走，而是一场筹谋已久的告别。埃里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当年那句不想结婚，明明只是小孩子的玩笑话，谁能想到伊丽莎竟然当真了。丹特一边看信一边吐槽，既然是玩笑，你当年可没少挂在嘴边，现在人真的走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玩笑归玩笑，丹特很清楚现在的局势，大魔法师伊丽莎失踪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整个帝国都要变天了。皇位继承才刚刚结束，根基根本不稳，要是让那些投机分子知道帝国失去了最强的盾牌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看着沉默不语的埃里希，丹特的话字字扎心，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的私事了，处理不好，整个帝国都会被拖下水。埃里希当机立断，要求所有人立刻封口，对外只说伊丽莎是去休假了，但这招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，所以必须在消息走漏前把人给找回来，不管伊丽莎躲在哪个角落，都得把她带回宫里。丹特一听这话，立马就想开溜，他摆出一副忙得要死的样，死活不想接这桩苦差事。可埃里希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淡定地翻起旧账，说丹特小时候最爱玩寻宝，现在正好专业对口。还没等丹特反应过来，一个新开发的通讯石就直接塞到了他手里，这下好了，想不去都不行了。埃里希直接下了死命令，准许丹特离开皇宫，但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翻遍整片大陆，也得把伊丽莎带回来。他要求丹特必须随叫随到，绝对不能断了联系。看着埃里希这副要吃人的样子，丹特哪敢说个不字，只能硬着头皮领命出发。等房间里只剩下自己，埃里希看着桌上留下的法杖，心里越来越乱。伊丽莎以前连宫门都没单独出过，这次竟然连武器都不带。他一边安慰自己，觉得堂堂大魔法师肯定没事，一边又忍不住发狠，如果真的找不到人，至少希望他在外面吃点苦头，只有这样他才会明白宫外有多危险，才会心甘情愿的回来。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他还是忍不住想问伊丽莎，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皇宫里为了找人已经闹翻了天，可咱们的大魔法师伊丽莎正躲在小旅店里悠闲的切着牛排，
这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。旅店老板乔纳森一脸谄媚地凑过来，又是问饭菜和不合胃口，又是吹嘘床单全是新换的，甚至连牛排都是今早现挑的羊肉。看着他这副恨不得把人供起来的样，伊丽莎忍不住想起刚来的那天，当时自己兜里没钱，这老板可是瞪着眼睛要把他扫地出门。结果呢？伊丽莎随手掏出一个魔法道具，乔纳森的脸瞬间翻得比翻书还快，立马换上了一副职业笑脸，把他当成了最尊贵的客人。伊丽莎也没想到，这玩意儿在市面上竟然这么值钱，能让一个势利眼变得如此体贴。伊丽莎打算找个地方常住，开口就问乔纳森：“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清静地儿？”乔纳森一听，立马拍着胸脯说：“包在他身上。”可伊丽莎接下来的要求一个比一个离谱，不仅要人少安静，还得能避开皇帝的眼线，最关键的是还得能随时盯着皇宫的动静。乔纳森听得心里直发毛，这哪是找地方住啊，这分明是在找特务基地。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您是不是跟皇室闹翻了？”结果伊丽莎一脸淡定，直接回了句：“皇帝不喜欢我。”这句话一出，乔纳森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本以为收了个宝贝，结果是接了个烫手山芋，这下不仅钱难赚，恐怕连命都要搭进去了。乔纳森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他拍着胸脯向伊丽莎保证，只要人还待在店里，就算天塌下来他也能给藏好。他甚至还觉得挺自豪，当个旅店老板，这辈子能碰上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算没白活。伊丽莎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。可另一边，丹特已经顺着线索追了过来，他在拍卖行里盯着手里那个金灿灿的物件，整个人都无语了。这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把印着皇室徽章的宝贝直接扔进拍卖行换钱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己在哪吗？伊丽莎，你到底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外面下着大雨，乔纳森在屋里干活，心里别提多美了。这次真是撞了大运，虽然这姑娘看着有点可疑，但通缉令上根本没这号人。关键是他给的宝贝太值钱了，够这小店好几个月的开销。这种财神爷真希望他能多住几天，哪怕他真是个逃犯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他也愿意帮忙打掩护。伊丽莎突然开口，乔纳森，这一下差点没把他魂给吓飞了。乔纳森注意到他神色异常，问他是不是出事了？外面雨下的太大了，是不是担心屋顶会漏水？他拍着胸脯保证，这房子虽然看着破，但结实得很，就算打雷也没问题。结果伊丽莎根本没接茬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。乔纳森只能试探着问，你是不是不太喜欢下雨天？伊丽莎看着窗外说，下雨倒没什么，但雷电实在让人受不了。乔纳森忍不住打趣，平时看你像个没感情的木偶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孩子气的一面。这不是孩子气，伊丽莎低声解释，只是从某个时刻开始，这种声音就让她感到误了。他总觉得这背后有个原因，就像当年伯恩·哈德找到他时，那段记忆已经彻底记不清了。不过每当雷声响起的时候，只要埃里希陪在身边，似乎就没那么难熬了。可现在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埃里希正一个人发愁，结果一抬头，伊丽莎居然就站在跟前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大半夜的，你突然闯进我房间干什么？伊丽莎一脸淡定说，外面雨下得太大，感觉马上就要打雷了。埃里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他已经开始往床上爬了，他急得大喊，谁准你过来的？伊丽莎头也不回，直接把皇帝陛下搬了出来，说是伯恩·哈德亲口答应的。为了能留下来，伊丽莎竟然开出了一个让埃里希无法拒绝的条件，他说明天的胡萝卜我替你全吃了。埃里希整个人都无语了，心想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，但他还是侧过身去，没好气的嘟囔了一句，行了，行了，就准你带这一碗。外面大雨倾盆，两个小冤家就这么并排躺着，谁也没说话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艾里希忍不住先开口，明明是你非要赖在这儿，怎么搞得像我求你一样？伊丽莎碧着眼语气冷淡的像个大人，她说自己讨厌雷电，就像埃里希讨厌胡萝卜一样，这只是个等价交换。埃里希听完彻底死心了，果然对这个女人抱有期待才是最大的错误。埃里希越想越气，觉得自己刚才那点期待简直是喂了狗，他猛地掀开被子大喊，绝对不行，你现在就给我下去！伊丽莎一脸无辜的看着他，不明白这位殿下大半夜的又在发什么神经。埃里希被问的语无伦次，憋了半天，最后只能恼羞成怒的吼了一句，我真的很讨厌你。看着眼前这个快要气炸的少年，伊丽莎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慢慢伸出了手。这一下轮到埃里希彻底愣住了。就在两人拉扯的时候，突然传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还没等埃里希反应过来，一件冰冷的东西就这么直勾勾定在床头。他低头一看，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，那竟然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。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，外面的守卫竟然全被解决了。埃里希还没从恐惧中缓过神，伊丽莎却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襟，语气冷静的让人害怕。他说，别担心殿下。看着一脸惊愕的埃里希，伊丽莎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虽然平时总是吵架，但她其实一点也不讨厌他，所以她绝对不想看到他死在这里。巨大的蓝色魔法阵瞬间铺满地面，伊丽莎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那场风波过后，伯恩·哈德皇帝推掉了所有行程，第一时间赶回了皇宫。紧接着，皇城里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，所有参与这件事的贵族全部人头落地，而伊丽莎在宫里的名声也彻底变了。曾经那些看不起她的眼神，现在全都变成了敬畏和好奇。但在没人的图书馆里，埃里希还是那副别扭的样子，
他盯着伊丽莎说：“我每次见到你都觉得讨厌。”可紧接着他的语气又软了下来，小声问了一句：“难道你真的不讨厌我吗？”伊丽莎一边翻着书，一边冷静地戳破了现实：谁会愿意放弃手里的特权呢？所以他从没指望过埃里希会真的喜欢他，毕竟那样想就太贪心了。不过既然没有理由讨厌，那就这样相处下去也不错。他轻轻合上手里的书，突然提了一个要求。他说：“如果以后遇到打雷闪电的日子，能不能请你陪在我身边？”看着愣在原地的埃里希，伊丽莎露出了少见的微笑。只要你愿意这么做，那么我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。窗外大雨倾盆，埃里希揉着太阳穴问：“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”丹特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最近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顶级的神器，上面不仅刻着帝国的印章，魔力波动还跟伊丽莎的一模一样。虽然不是100%匹配，但丹特敢肯定这绝对是伊丽莎的东西。可麻烦的是，这玩意儿是匿名拍卖的，根本查不到卖家是谁，只能一个一个地方去硬碰硬的查。丹特一边抱怨着埃里希难搞的性格，一边在雨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。既然接下来要忙得脚不沾地，那出发前必须得先美餐一顿。丹特刚进门想喊老板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苦苦寻找的伊丽莎，此时此刻竟然就坐在桌边淡定地吃着饭。伊丽莎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心里满是疑惑，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丹特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，脑子里全是问号。这种地方他到底是怎么找过来的？皇宫里的那个总管终于被彻底踢出去了，谁让他背地里给伊丽莎使绊子，还到处散布那些恶毒的谣言。这种想害人还管不住嘴的家伙，落到这个下场纯属活该。埃里希站在高处看着楼下的伊丽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些人竟然叫他怪物，虽然这孩子确实有点不一般，但绝对和怪物沾不上边。伊丽莎头都没回，直接对着身后说：“别躲了，我早就看见你了。”埃里希这下彻底藏不住了，他在心里直犯嘀咕：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看的怪物？看来那个叫库伦的总管真的是错得离谱，满嘴没一句实话。现在的埃里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像伊丽莎这样的女孩子就该理所当然的留在皇宫里。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，丹特推开门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伊丽莎竟然会一个人坐在这种破旧的小酒馆里。丹特忍不住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伊丽莎一句话都没说，还没等伊丽莎反应过来，一道恐怖的蓝光瞬间炸开，整个屋子直接被掀翻了，伴随着一阵狂笑，原本坚固的建筑眨眼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丹特挡住去，怒笑着问伊丽莎：“你这是打算去哪儿？我可是想死你了。”伊丽莎面无表情的回答：“我为什么离开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”为了不让旁边的乔纳森听见，伊丽莎随手布下了隔音结界，打算把话挑明。丹特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冷笑着点头：“我知道你确实很有本事。”但是他手里突然燃起一团烈火，看这架势，今天他是不打算放人走了。丹特一边甩出漫天火焰，一边大喊着：“想见你的人可不止我一个。”他心里很清楚，光靠这点小手段根本不可能打败伊丽莎，但只要能拖住他一会儿就行。只要趁现在给陛下报个信，那梦寐以求的带薪长假可就到手了。想到这儿，丹特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仿佛已经看到假期在招手。可他高兴得太早了，伊丽莎直接穿过火海，瞬间逼近到他跟前。丹特刚想掏出通讯石求救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伊丽莎一把夺了过去。伊丽莎冷冷地说：“会用魔法的可不止你一个。”话音刚落，那块连魔法都轰不碎的石头竟然被他徒手捏成了碎片。丹特心疼的大喊：“你知道这玩意儿多贵吗？你居然就这么给捏碎了！”伊丽莎一脸无所谓的反问：“这东西质量这么差，难道还要怪我吗？”丹特这下彻底绝望了，通讯石一碎，他根本没办法向陛下求救。如果现在传送回宫殿，伊丽莎肯定会趁机溜走，局面彻底失控了。丹特意识到硬碰硬没戏，只能改变策略，打算靠讲道理来解决问题。伊丽莎却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她冷冷地提醒丹特：“陛下早就想让我消失了，我离开正是如了他的愿，你还是别费口舌了。就算你现在把我带回去，他肯定也会再次把我赶走。”丹特赶紧摆手解释：“你真的搞错了，这次正是陛下亲自下令，让我一定要找到你。”伊丽莎停下了动作，有些意外地反问：“他竟然主动派人找我？”可当伊丽莎追问原因时，丹特却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这个嘛，陛下只说让找人，具体为了什么他可一个字都没跟我提。”刚才还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，合着丹特自己也只是个糊里糊涂的跑腿工。丹特在一旁自顾自的推测：既然你是大魔法师，那陛下急着找你，肯定是因为损失一个顶级战力，对国家来说可是巨大的损失。伊丽莎听到这儿，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她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同盟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聚会，各国都会在会上展示最新的魔法，说白了就是把魔法当成政治筹码来博弈。尤其是这一次对埃里希来说意义非凡，这是他作为皇帝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露面。如果这时候大魔法师不在场，那他的首秀可就彻底砸了。伊丽莎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埃里希是为了同盟会议才找他，那他就更没有理由回去了。丹特听完直接懵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伊丽莎一脸淡定地告诉他：“这种会议你替我去就行了，又不是什么难办的事。”丹特还想垂死挣扎，说：“你要是不在场，那会议还怎么进行下去？”伊丽莎冷笑一声：“如果只因为我不在，堂堂皇帝连个会议都办不成，那他也没资格坐在那个位子上了。”这一番话对得丹特哑口无言，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。其实
伊丽莎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，如果埃里希是担心她投靠敌国，那大可不必。无论如何，她绝不会背叛先皇当年的恩情。交代完这些，伊丽莎转身就走，只留下丹特在后面绝望的大喊：“让他等一等！”丹特还是不死心，他凑上前去，小声嘀咕：“我觉得陛下找你，肯定不只是为了那个会议。你是知道的，他这人其实特别护短。虽然他平时把我当垃圾对待，但只要一提到你，那态度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想起小时候，丹特就觉得满肚子委屈。那家伙从小到大就没停止过对我的嫌弃，简直像个没完没了的青春期小鬼。丹特正吐槽得起劲，伊丽莎却突然停下脚步，直呼他的全名。他冷冷地告诉丹特：“我之所以留下来，可不是为了什么小时候的约定。”伊丽莎转过头看着远处的阴影，嘴里轻声念叨着：“陛下，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，埃里希的婚事本该是头等大事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却一直拖着不办。谁能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？大雨冲不掉满地的血迹，更冲不掉两人之间的隔阂。”埃里希看着眼前的伊丽莎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你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。”埃里希的话还没说完，他说：“伊丽莎从一开始就不该出现在这座皇宫里。”伊丽莎问了丹特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在宫里待了这么久，应该早就听说了，先皇原本是想让我当皇后的。”丹特听完笑了笑，他说：“这件事当然知道。”伊丽莎接着问了一个让丹特没法回答的问题：“既然先皇早就选定她当皇后，那为什么到最后她连皇太子妃都不是？”丹特这才反应过来，事情确实不对劲。先皇伯恩哈德是个说一不二的人，只要是他定下的规矩，就绝对没有回头路。如果连他都不得不让步，那真相只有一个：不是先皇改了主意，而是当事人里有人根本不想结这个婚。以伊丽莎那种随和的性格，拒绝的人肯定不是他。真相终于大白了，原来这么多年一直拒绝婚约的人，竟然是埃里希。小时候他说不喜欢伊丽莎，长大点又说年纪太小，等到了成年礼，他居然说伊丽莎还没准备好。丹特总算听明白了，伊丽莎当初选择离开，不是因为不想结婚，而是为了成全一直逃避的埃里希。可讽刺的是，现在埃里希又发了疯似的，非要把她找回来。丹特心里一阵无语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要不是因为埃里希是上司，他真想现在就撒手不管了。丹特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不管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的任务就是把伊丽莎带回皇宫。他试探着劝伊丽莎说：“埃里希现在急着见他，没准那男人的心意已经变了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”可伊丽莎听完语气冷得让人发抖，她说：“那绝对不可能，现在回去只会被他立刻赶出来。”丹特还是不明白，就算以前闹过别扭，可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埃里希怎么可能真的恨他？伊丽莎沉默了片刻，突然提到了一个日子，她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？当年讨伐队被魔物袭击，被迫紧急撤退的那一天。”这句话一出，丹特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那段被刻意尘封的往事，终于要被揭开了。那是一场谁都不愿提起的噩梦。西兰平原魔物袭击事件，现场惨烈的让人不敢直视。虽然伊丽莎最后赶到了，靠着强大的魔法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，但正面挡住攻击的先皇伯恩哈德还是受了致命的重伤，最终没能熬过第二年的春天。对伊丽莎来说，先皇就像她的亲生父亲一样，这段回忆她平时碰都不敢碰。可她现在必须告诉丹特，就在先皇离世的那天，埃里希亲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才是彻底毁掉一切的开始。埃里希当年竟然对他说：“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出现在皇宫里。”听到这句话，丹特在心里把上司骂了10000遍。埃里希这个疯子到底在想什么？说了这么绝情的话，把人家伤透了赶走，现在居然还有脸下命令，非要让我把人找回去。伊丽莎倒是看开了，她劝丹特赶紧放弃，说现在的帝国人才济济，根本不需要他这个外人。丹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开口说：“帝国确实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魔法师，谁说帝国不需要了？”伊丽莎突然拍了拍丹特的肩膀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帝国还有你呢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的能力。”丹特整个人都懵了，平时看谁都像傻瓜的伊丽莎，居然会亲口夸他能干，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，伊丽莎紧接着就露出了真面目。她说：“既然你这么优秀，那我的这些差事就全交给你了。”搞了半天，这通彩虹屁全是铺垫，就是为了把烂摊子甩给他。丹特这下反应过来了，一把拽住想要溜走的伊丽莎，问他凭什么甩锅甩得这么自然。伊丽莎却一脸无辜，好像刚才那个挖坑的人根本不是他一样。伊丽莎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丹特脸上了，他居然想让丹特接班去当那个什么首席大法师。丹特一听就炸了，这哪是升职加薪啊，这分明是只有上班永远没有下班的无期徒刑。他太了解那个埃里希了，一旦自己接了这摊子事，对方绝对不会让他卸任现职，而是逼他一个人干2份活。虽然伊丽莎一直拿钱多诱惑他，但丹特这回清醒得很，钱再多也得有命花才行。他可不想为了加班把命搭进去。他反过来给伊丽莎出主意，让他干脆直接去找埃里希，当面甩个大嘴巴子，宣布退婚，这样不就能继续留任了吗？伊丽莎听完确实心动了一下，甚至都脑补出自己大闹订婚现场的帅气画面了。可转念一想，以埃里希那个脾气，真要这么干了，自己下半辈子估计就要在地牢里过了。伊丽莎还在那儿给丹特画大饼，说以后肯定会给他安排一堆干不完的活。结果因为他开了隔音魔法，完全没注意到旅店老板乔纳森已经吓破了胆。乔纳森指着门外，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，只是一直在重复外面出事了。伊丽莎这才反应过来，转头看向门口，只见一股黑烟顺着门缝钻了进来，巨大的利爪直接踏碎了房门，黑烟像毒蛇一样钻了进来。
丹特整个人都懵了，根本没看清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伊丽莎盯着眼前的黑烟，脑海中却突然闪过一些极其惨烈的画面。那是倒在血泊中的身影，还有被鲜血染红的断剑。这些记忆碎片像针一样扎进他的意识里。伊丽莎整个人都定住了，她好像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，直接陷入了某种恐怖的幻觉。丹特发现情况不对，焦急地大声呼喊她的名字，可现在的伊丽莎根本给不出任何回应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伊丽莎看着眼前的黑烟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眼前的这头巨兽身形比房子还要高大，那双血红色的眼睛里全是暴力的气息。伊丽莎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这正是当初在西兰平原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个怪物。谁能想到这怪物竟然真的出现了？丹特吓得大喊：“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海德？”伊丽莎冷冷地问：“是不是你把他招来的？”丹特赶紧反驳：“根本没这种魔法，怪物怎么可能听人的话？”但他很快发现事情比想象中更诡异，这么大个家伙现身，城里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死一般的寂静才是最可怕的。伊丽莎冷静地解释：“这种怪物其实可以隐身，普通人根本看不见。既然旅店老板能看到，说明他已经进入了实体状态，而且他在内衣动不动，显然是被人操控了。”丹特这下彻底懵了，难道召唤怪物这种事真的不是在开玩笑？伊丽莎看着远方说：“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咒语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”可奇怪的是，既然怪物被放在这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动手？就在这时，伊丽莎发现了不对劲，她指着前方问丹特：“你看见那个了吗？”丹特一脸疑惑：“你是说那个巨大的黑影吗？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伊丽莎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看来雷纳德根本看不见他，这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发生的？黑袍人还带着一丝让人发毛的微笑。一道强光平地而起，丹特在后面完全看傻了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原本不可一世的怪物发出了凄厉的惨叫。丹特这下彻底急了，大声质问伊丽莎为什么要突然动手打草惊蛇。伊丽莎心里也有些懊恼，刚才那一击竟然打偏了，没能直接解决掉麻烦。这下可好，原本安静的怪物被彻底激怒，开始疯狂的挣扎咆哮。丹特赶紧大喊：“快把他引到城外去，不然整座城都要遭殃！”可伊丽莎根本没打算撤退，她反手又是一招，比刚才更恐怖的雷击从天而降。丹特话还没说完就愣住了，这哪是需要引开的样子，这分明是要当场把他物理超度。谁能想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竟然被伊丽莎一招秒了。丹特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战斗力简直强得离谱。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，旅店老板乔纳森先崩溃了，看着被炸成废墟的房子，他的心都在滴血。伊丽莎虽然道了歉，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房子上，而是在想刚才那种诡异的魔法，能召唤怪物还能完美隐身，这种手段简直闻所未闻。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着一切？那个一闪而过的黑影难道真的是他吗？看着被毁掉的旅店，老板乔纳森哭得撕心裂肺，这可是他辛苦攒下的全部家当。丹特在一旁想劝也劝不住，毕竟这种损失谁看了都得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伊丽莎一言不发地站了出来，瞬间铺开巨大的蓝色阵法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停住了呼吸，破碎的木梁和砖瓦竟然自己飞了起来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修理，而是当场表演了一场神迹。整座旅店在光芒中迅速重组，看着完好如初的房子，丹特彻底怀疑人生了，这种魔法他连听都没听说过。伊丽莎看着一脸震惊的丹特，语气平淡地揭开了真相：这种魔法你当然没见过，因为它是埃里希亲手创造的。如果说伊丽莎是施法的天才，那埃里希就是魔法界的科研疯子。他能凭空推导出复杂的公式，甚至发明出全新的魔法道具。为了保护他的安全，这份才华一直被列为最高机密，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才知道，而伊丽莎就是其中之一。丹特听完这番话，直接破防了。既然是最近才发明的新招，凭什么连他这个老熟人都不知道？难道他不该是第一个知情的吗？看着抓狂的丹特，伊丽莎又冷冷地补了一刀：大概是埃里希压根就不想告诉你。战斗刚结束，伊丽莎就急着要走，甚至要把击杀怪物的功劳全都甩锅给丹特。丹特哪有心私领这份功？他拦住伊丽莎，苦口婆心地劝她一起回皇宫，毕竟外面实在太危险了。可伊丽莎去意已决，她淡淡地回了一句：既然埃里希希望我消失，那我就成全他的愿望。这下丹特彻底没话说了，他知道伊丽莎一旦做了决定，谁也拉不回来，但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如果你真的走了，下次再遇到这种怪物，我们该拿什么去挡？丹特伸手拦住了伊丽莎，他神情严肃地分析道：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，怪物偏偏就在我们面前出现，这显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正如你之前怀疑的那样，如果这怪物真的是被人召唤出来的，那背后的水可就深了。万一那个幕后黑手就是卡迪恩帝国的死对头，正等着在背后捅刀子呢？这种时候你如果走了，局面恐怕就真的没法收拾了。丹特的话越说越沉重，如果这次袭击只是个开始，那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皇宫。他承认自己有私心，但怪物偏偏在两位顶尖战力都在场时，精准踩点出现，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阴谋。丹特看着沉默的伊丽莎，语气里满是担忧。宫里那些法师根本指望不上，没你坐镇，皇宫就像个随时会爆的定时炸弹。伊丽莎虽然没说话，但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。丹特说的没错，有些麻烦确实只有他能搞定，但他更担心的是另一个人，那个能躲过他感知的神秘高手。如果这家伙真的是帝国的死对头，那真正的危机恐怕才刚刚露头。伊丽莎脑海中浮现出最可怕的画面，万一西兰平原的惨剧再次上演，
而这次倒在血泊里的变成了埃里希，他终究还是没法做事，不管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他也赌不起。就在丹特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伊丽莎突然松口了，她答应回皇宫。丹特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，伊丽莎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：回宫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既然要回去，那就要按他的规矩来办。谁能想到这辈子竟然会踏进这种地方，到处都透着古怪。丹特笑着问：你是第一次来吗？还没等伊丽莎反应过来，眼前的景象瞬间变了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房间，欢迎来到这里，这里就是雷纳德家族的档案馆。伊丽莎一边翻找一边问：你怎么突然想来这种地方？丹特笑着说：虽然我没你那么受宠，但作为埃里希的朋友，总归是有点特权的。伊丽莎盯着他手里的东西，那难道是传说中的束缚契约卷轴？这可是埃里希的杰作，一旦签下名字，就等于把命交给了对方，谁要是敢反悔，代价就是自己的性命。丹特晃了晃手里的纸，既然要谈合作，这东西难道不是必须的吗？伊丽莎点了点头，确实，有了这个保命符，谁都不敢动歪心思了。伊丽莎有些怀疑，这东西埃里希不是还没公开吗？丹特笑着解释说，这只是个早期的半成品，埃里希那家伙非要让我先试试有没有副作用，虽然只是个试用版，但既然是出自天才之手，肯定出不了什么大乱子。可丹特心里很清楚，这番话连他自己都骗不了。现在的局面，伊丽莎明显占了上风，万一他哪天突然消失，这笔买卖就彻底砸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得给自己留个后手。丹特收起笑脸，拿起了羽毛笔，既然要签，那咱们就要先聊聊违约的人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。伊丽莎一开口就玩这么大，代价直接定成了丹特的命。丹特这下坐不住了，这惩罚是不是有点太重了？伊丽莎却一脸淡定，只要你不打算违约，就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现在赌上你的命吧。丹特最后还是妥协了，虽然心里总觉得以后肯定会后悔的，想撞墙。伊丽莎开出了他的条件，丹特绝对不能泄露他的行踪，还得定期把皇宫里的情报一字不差的送过来。丹特听完冷笑一声，既然你提了要求，那我也得加一条，从今天起，你必须帮我分担那些烦人的公务，尤其是那些处理不完的文件，通通都归你了。这算盘打得可真响。丹特打算把文件偷偷带出来，让伊丽莎当那个干活的人，这样他不用进宫，丹特也能彻底从加班里解脱了。伊丽莎还在担心行踪会暴露，丹特却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签了这份契约，一切细节他都能搞定，契约内容写得清清楚楚。丹特要保密，要送情报，而伊丽莎得帮他处理公务。最重要的一条是，谁敢违约就要拿命来抵。可就在丹特暗自得意时，伊丽莎突然冷冷地叫了他的全名，警告他别想在自己面前耍花招。他一眼就看穿了契约里的漏洞，直接要求重写第一条，甚至还加了一项死命令，绝对禁止任何跟埃里希有关的人踏进他的房门半步。这下丹特彻底没戏了，他原本还打算钻个空子，偷偷给埃里希通风报信，结果这如意算盘还没开始就彻底崩了。丹特这下彻底崩溃了，他发现按照伊丽莎改完的条款，自己简直是亏到了姥姥家，这哪是做交易，这根本就是在白白送命。可伊丽莎完全不为所动，甚至还冷冷地提醒他，只要能把他留在这里，丹特就该知足了。虽然心里有10000个不情愿，但看着那堆处理不完的公文，丹特最后还是认栽了。他咬着牙在契约上签了字，就当是为了能少加点班。随着契约的光芒亮起，这场不平等的交易正式生效。伊丽莎看着手里的卷轴，露出了一个胜券在握的微笑。她轻声叫出丹特的全名，从这一刻起，两人的命运就彻底锁死在了一起。至于以后是福是祸，丹特恐怕只能自求多福了。镜头一转，回到了皇宫，埃里希正坐在桌前兴师问罪。他给了丹特大把的时间去找伊丽莎，结果呢，对方居然带回来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。面对埃里希的质疑，丹特还在那拼命解释，说那个黑漆漆的大家伙突然冒出来，差点没把他给吓死。埃里希冷笑一声，显然一个字都不信。他太了解伊丽莎了，就凭这几个人的本事，怎么可能抓得住那种怪物？他甚至怀疑是不是伊丽莎故意设了个局，好让这帮人能回来交差。毕竟要是真发现了行踪，这帮人绝对不敢瞒着他。虽然暂时躲过了怀疑，但丹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在埃里希这种老狐狸面前，能捡回一条命就已经算运气爆棚了。埃里希原本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打算给丹特更多的时间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伊丽莎给找回来。可丹特却突然开口拦住了他，提醒他盟国的代表团今天就到，现在首席大魔法师的位置还空着，要是埃里希这个主心骨不在，皇宫的局面随时可能失控。丹特建议先把找人的事放一放，等眼前的外交会议结束再说。可这话刚说完，埃里希就直接变了脸，他脱口而出说伊丽莎才是最重要的，但话还没说完，他自己先愣住了，意识到这种失控的情绪根本不该出现在他身上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承认自己确实有点乱了方寸，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，决定暂时搁置搜寻计划。虽然他让丹特先回岗位，丹特现在很纠结，因为契约的限制，他没法直接说出真相，但他又不甘心就这么算了。既然不能写也不能说，那就只能拼了这身老命，靠肢体动作来疯狂暗示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埃里希开始了表演。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他精心设计的绝密情报。他在心里疯狂呐喊：你的未婚妻现在就在我家，我把她照顾得好好的，所以赶紧给我放个长假，再发一笔巨额奖金吧。丹特觉得自己这波表演简直完美，要不是傻子，肯定都能看懂他的意思。然而现实却很残酷，埃里希坐在位子上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
过了半晌，埃里希才冷冷地蹦出一句：“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”夜深了，皇宫里一片死寂。埃里希独自站在窗前，脑子里全是挥之不去的疑虑。逃跑时，除了雷娜的爵士，还有别人。情报里说是一个女人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埃里希的心彻底乱了。他甚至有一瞬间在想，如果那个披着斗篷的人真的是伊丽莎就好了。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他就开始感到后怕。他宁愿那个人不是他，因为海德的出现只会让伊丽莎想起那场噩梦，想起那个让他痛苦万分的那一天。深夜里，埃里希一个人呆在房间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的影子。他忍不住在想，伊丽莎当初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而他自己又到底想把她怎么样？他轻声呢喃着那个名字，伊丽莎。此时此刻，你又在想些什么呢？到了第二天，皇宫里看似风平浪静，其实早就乱成了一锅粥。最近没再发现怪物的踪迹，但学者们都在转，那东西是被人故意召唤出来的。丹特却心不在焉，眼神放空。埃里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丹特，雷纳德！”这一下把丹特吓得够呛，赶紧收起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连声回应自己正在听呢。埃里希一眼就看穿了，丹特最近总是心不在焉。他冷冷地提醒对方，就算是朋友，这种状态也该有个限度。既然怪物没再出现，调查就先告一段落。接下来的重头戏是即将召开的同盟国会议。丹特赶紧顺着话茬汇报，目前利文和诺克斯的使团都已经抵达了皇宫，但诺克斯的情况有点反常，他们没派第一顺位的继承人，反而让那位还没成婚的二公主亲自出马。这背后的算盘恐怕没那么简单，对方的算盘打得太响了。丹特忍不住吐槽，明明埃里希还有未婚妻，他们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。埃里希随口回了一句，没准人家只是来观光的。这话连丹特都不信，诺克斯怎么可能这么闲？更何况大魔法师失踪了这么久，谁都能看出来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休假，傻子都能猜到出事了。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，就等埃里希亲口宣布要彻底解除这段婚约了。埃里希冷冷地问丹特，到底想让他怎么做？丹特这下可来了精神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。他觉得解除婚约挺好，这样自己能回原职，伊丽莎也能顺理成章的回宫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于是他大着胆子建议，既然瞒不住，不如干脆直接宣布婚约无效，省得大家都麻烦。你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伊丽莎吧？埃里希听完脸色一沉，他本来想解释点什么，但看着丹特那副样子，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跟这个笨蛋说再多也是白搭，这种事根本就不该找他商量。不管是结婚还是分手，外界的那些流言蜚语，埃里希根本就不在乎。关于这段婚约，不管别人怎么指手画脚，真正能做决定的其实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伊丽莎。只有她的想法对他来说才真正重要。可他现在到底在哪，又在做些什么？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答案。就在所有人都在找他的时候，图书馆里突然传出一声巨响。丹特正抱着一叠厚厚的书，结果脚下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，纸页在空中胡乱翻飞，沉重的书脊重重砸向地面，扬起一地灰尘。丹特狼狈地趴在书堆里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耳边就传来一阵嫌弃的声音。伊丽莎优雅地站在他面前，语气里全是调侃：“你这体力也太差了，还是趁早多锻炼锻炼吧。”看着眼前这个失踪已久的女人，丹特只能无奈的苦笑。这下好了，人是找到了，但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因为之前的怪物事件，伊丽莎没法在旅馆待了。在丹特的强烈建议下，她干脆住进了雷奈德府邸。说是借住，其实是来当免费劳动力的。按照两人的约定，伊丽莎得帮丹特处理那堆成山的公文。看着满桌子的文件，伊丽莎忍不住抱怨今天活儿真多。丹特听了更委屈，说为了找你，我这积压的工作都能埋人了。伊丽莎没理他的抱怨，直接问他要那本指定的书。丹特顺手递了过去。可谁知道，伊丽莎接过书后却突然沉默了，那副表情让丹特心里顿时泛起了嘀咕。难道这书里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？丹特一边把书递过去，一边忍不住邀功，说为了弄到这本新书，他在开会时一直走神，结果被埃里希当众训了一顿。可伊丽莎根本没心思听他诉苦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，直接追问今天的会议到底有没有什么新进展。丹特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说出了那个坏消息，官方已经决定要彻底放弃这次的调查了。伊丽莎这下彻底急了，她明明提醒过所有人，现场除了那个海德，还有一个黑发红眼的神秘人，这种危险人物怎么能说放就放？丹特只能无奈地摊开手，说现在盟国会议在即，上头实在抽不出人手去管这些没影的事了。因为伊丽莎一直没露面，她自己又被盟国会议缠得脱不开身，现在的调查人手根本不够用。看着桌上这些厚厚的古籍，伊丽莎心里很清楚，光靠翻书是不可能找到真相的。既然官方指望不上，她决定亲自去查个水落石出。可就在这时，丹特却突然神秘地笑了笑，说其实诺克斯那边早就已经开始在幕后打前站了。原来对方这次来头不小，他们正死死盯着埃里希的皇后之位，甚至专门派出了二公主作为这次代表团的首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伊丽莎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丹特一脸轻松地说，现在各国对新皇后的狂热早就超过了会议本身，只有埃里希一个人在受苦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这股劲头持续下去，埃里希很快就能解除婚约，到时候迎娶了新皇后，伊丽莎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宫了。丹特安慰他再忍耐一下，说完便打算转身离开，毕竟外头还有一堆事等着他。伊丽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急忙开口叫住了他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丹特的身影
就已经消失在传送阵里。空荡荡的书房里只剩下伊丽莎一个人，看着脚下渐渐熄灭的光芒，她脸上的神情变得复杂起来，有些话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。伊丽莎低头沉默了很久，她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，既然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，皇室的那些勾心斗角就再也跟她没关系了。与其为了别人的婚约烦恼，不如看看眼前这些还没解开的魔法难题。他重新坐回书桌前，目光落在了那张写满复杂符文的卷轴上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埃里希独自走在长廊里，现在的皇宫安静的让人有些不习惯。先皇驾崩的时候正值冬春交替，转眼间春天已经彻底到了。他记得小时候，每到这种天气，后花园总是最热闹的地方。那时候的伊丽莎和埃里希总喜欢凑在一起看书，可惜那样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清脆的脚步声打破了走廊的安静，普利马维拉优雅地行了个礼，主动开口说：“见过卡迪恩的皇帝陛下，我是普利马维拉，诺克斯。”埃里希停下脚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审视：“堂堂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主宫殿的走廊里？”他不紧不慢地解释：“本来是想去大议事厅，结果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”埃里希冷冷地提醒他：“议事厅在皇宫的另一头，而且你应该有专门的随从带路才对。”普利马维拉听完只是笑了笑，说自己可能真的是记错了方向。埃里希心里却起了疑，传闻中这位公主深居简出，很少在社交场合露面，可现在的她看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。看她这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埃里希心里清楚，这才是普利马维拉公主的真面目。他笑着提议：“能不能请皇帝陛下亲自带路？”埃里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这宫里到处都是眼睛。”普利马维拉却根本不在乎，反而直戳痛处。他说：“现在全天下都知道卡迪翁的大魔法师已经失踪了，既然靠山没了，皇帝陛下总得给自己找点新的政治筹码才对。”那双审视的眼睛带着毫不掩饰的算计，像是在衡量一件商品的残余价值，以此作为谈判的底牌。埃里希盯着眼前的女人，心里只觉得可笑。他到底把堂堂皇帝当成什么好捏的软柿子了？这些话他竟然真的敢当着我的面说出来。一个既年轻又没什么才华的人，居然坐上了皇位，再加上大魔法师伊丽莎失踪，现在的帝国战力确实空虚到了极点。埃里希停下脚步，直视着普利马维拉说：“公主，我很清楚自己现在是个不可靠的皇帝，正因为这样，你才敢在我面前表现得这么放肆吧？”普利马维拉被这股气场压得说不出话，只能支支吾吾的想解释。埃里希转过身，语气恢复了冷淡：“今天的无礼我就当没看见，毕竟你现在代表的是盟友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”埃里希最后警告了一句：“这种客气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。”说完，他直接转身离开，只留下普利马维拉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呼喊声，是马伦赶了过来。看马伦这副样子，埃里希显然有些意外。马伦顾不上礼仪，急匆匆地拦住了埃里希，说出了一件足以让皇宫震动的大事。德克西恩那边彻底断了联系，派人去查了才知道，整支队伍竟然在半路被魔物给盯上了。埃里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魔物袭击。更诡异的是，出事的地方偏偏是在西兰平原，那个本该最安全的地方。现在的局面非常糟糕，出事地点偏偏在边境线上，这下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才是背后的幕后黑手。丹特冷静地分析着，为了洗清嫌疑，必须在事情闹大前赶紧查清楚。他看着眼前的丹特说：“丹特，你上次亲口答应过我，如果宫廷里出了事，你会第一时间向我求助。”丹特听完笑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你以为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赶过来？”他走上前，一把握住伊丽莎的手，眼神里透着前所未有的严肃：“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请你出手相助，既然要合作，那就先定下契约。”丹特指尖微动，一道光芒闪过，他正式准许伊丽莎暂时离开，去处理这件棘手的麻烦。他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该不会趁机乱跑吧？”伊丽莎语气坚定：“现在卡迪恩的安危受到威胁，我哪都不会去。”丹特点了点头，嘱咐他1小时后再出发，免得被人撞见。临走前还不忘提醒他，一定要穿上那件遮掩身份的长袍。房间里只剩下伊丽莎一个人，她紧紧攥着手中的布料，低声念着那个地方：“西兰平原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道那个地方又出事了？”伴随着传送阵的光芒，伊丽莎瞬间出现在西兰平原上空。但奇怪的是，空气中残留的魔力非常微弱，看来距离袭击发生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。她缓缓降落在废墟之中，四周死气沉沉，只剩下破碎的马车残骸散落在荒凉的平原上。伊丽莎俯身查看地上的痕迹，让她停住了脚步。这根本不是普通魔物的脚印，而是海德留下的。事情不对劲，这绝对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，这根本不合逻辑。当初明明已经大规模讨伐过，这里不该剩下这么多怪物。伊丽莎看着满地的脚印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，难道说是那个人故意召唤了这么多？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剧烈颤抖起来，伊丽莎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如果这些怪物一直躲在附近，这么庞大的体型和魔力，绝对不可能藏得滴水不漏，除非他们是刚刚才被传送过来的。这意味着那个幕后黑手现在就在这附近。既然对方敢露头，伊丽莎就没打算放过。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绝不会让那些家伙像上次一样悄无声息地溜走。可还没等他出手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紧接着剧烈的爆炸，火光冲天而起。伊丽莎猛地停下动作，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？丹特！原本平静的夜晚突然被彻底打破。丹特忍不住抱怨：“真是要疯了！这些怪物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而且数量多得离谱，根本杀不完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已经被完全包围了。”
当初伊丽莎提到召唤怪物的时候，丹特还没当回事，可现在亲眼看着这些东西冒出来，真是不信都不行了。就在这时，部下慌慌张张的跑来报告，说这群怪物竟然会隐身，他们根本察觉不到对方的位置。这下麻烦了，敌人在暗，他们在明，除了躲避，现在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丹特心里憋火，这种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看来没别的招了，丹特把心一横，大声命令所有人立刻准备传送撤退。他打算一个人留下来断后。部下们一听都懵了，这种时候留下来那不是送死吗？丹特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催促他们赶紧走。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起，只要这帮碍事的部下一走，伊丽莎就能现身帮忙了。为了演得像一点，他还不忘吹个牛，说这种级别的小怪物他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。这帮部下也是够单纯的，被丹特几句话忽悠的，简直要把他当成大英雄了。临走前还哭天喊地，让他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丹特表面上稳如泰山，心里却在疯狂吐槽，这帮人要是再不走，他这戏可就真演不下去了。结果部下前脚刚走，后脚他就撑不住了，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袭来，直接把他掀翻在地。就在丹特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周围的空气突然变了，伴随着漫天的百合花瓣，伊丽莎终于现身了。丹特脱口而出：“伊丽莎！”真正的救星总算在最后关头赶到了。这回算你说对了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些怪物确实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伊丽莎看着周围的惨状，心里也在琢磨，对方费这么大劲，难道只是为了让局面变得难看？他冷笑一声，要是换成他有这种本事，早就直接带人去端了皇宫，哪会在这儿浪费时间？不过不管对方打的是什么算盘，现在的计划依然不变。伊丽莎盯着围上来的狼群，语气冷得像冰，先解决掉眼前这些畜生，再把那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。伊丽莎这甩手掌柜当的那是相当干脆，她随口给丹特分了一半怪物，说自己要去办点私事，让他在这儿撒欢了打就行。丹特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伊丽莎已经转身走远了，临了还不忘提醒一句，这些怪物可没那么好对付。看着伊丽莎消失的背影，丹特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行吧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也没什么好退缩的。他心里其实憋着一股劲，正好趁这个机会给那个叫埃里希的家伙露一手，让他知道自己一个人也能搞定全场。丹特周身魔力爆发，真正的战斗现在才算正式打响。伊丽莎心里很清楚，丹特那点本事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大场面，要是让他同时对付这么多怪物，肯定会出乱子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他现在直接开大招，动静闹得太大，事后肯定会给自己惹麻烦，所以那些花里胡哨的魔法现在绝对不能用。伊丽莎眼神一冷，手指轻轻一动，既然不能硬碰硬，那就换个更省事的办法。她打算直接绕过防御，从内部爆了这些怪物的心脏，搞定。该下一个了。伊丽莎刚想松口气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阴森的声音，那家伙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贴了上来。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，伊丽莎反手就是一个魔法阵，强光瞬间炸裂开来，直接把偷袭的黑衣人震飞到了半空。黑衣人笑着打了个招呼，问他是不是还记得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了。伊丽莎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，瞧你这淡定样，看来是早就猜到我会出现了。黑衣人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没错，我等你好久了。黑衣人突然压低声音，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当年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你也在那儿吧？伊丽莎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脑海中瞬间闪过伯恩·哈德那张惊恐的脸，那些被尘封的记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。黑衣人看着他的反应，笑得更加狂妄，这下事情可真好玩了，原来你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伊丽莎再也压抑不住怒火，对着他大吼出声，原来当年那个罪魁祸首竟然就是你！恐怖的火焰瞬间席卷全场，这笔陈年旧账今天必须有个了断。真相终于大白了，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亲手害死了伯恩·哈德陛下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伯恩·哈德根本不会走得那么早，埃里希也不会对自己说出那些绝情的话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，他们三个人现在应该还在皇宫里过着安稳日子。可这一切全被黑衣人给毁了，原本美好的未来碎得连渣都不剩。面对伊丽莎滔天般的怒火，黑衣人却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黑衣人居然当场甩锅，说那件事根本不是他干的，当年发现伊丽莎只是个意外，但后来的那些算计确实是他亲手安排的。面对伊丽莎拼尽全力的魔法，黑衣人连躲都没躲，甚至还开启了嘲讽模式，觉得伊丽莎的段位实在太低，在他眼里这种攻击套路简直太好猜了，除了威力大一点，根本没有任何威胁。黑衣人的身影开始逐渐消散，临走前还不忘扎心，说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伊丽莎能放聪明一点。黑衣人就这样消失了，只留下这一地破碎的冰晶。伊丽莎独自站在废墟中心，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丹特还没反应过来，无数高阶攻击魔法就像暴雨一样砸了下来。就在攻击停止的一瞬间，刚才还密密麻麻的怪物竟然一下子全消失了。这种事就算告诉埃里希，估计他也不会相信，甚至会觉得是我自己产生了幻觉。毕竟这种恐怖的力量竟然是来自伊丽莎的方向，这简直太离谱了。丹特停下脚步，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，他急忙喊道：“伊丽莎，你没事吧？”刚才那些魔法的威力简直强得离谱。他一边跑向那个身影，一边忍不住追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然而，当他走近时，眼前的伊丽莎却让他彻底愣住了。现在的他散发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，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伊丽莎轻声开口：“丹特。”
这一声呼唤让丹特整个人都乱了阵脚，他下意识地避开视线，支支吾吾地提醒道：“那个，你先把外袍穿好，别让其他人看见。”伊丽莎这才反应过来，不紧不慢地整理衣服。可丹特的心里早就已经翻江倒海了，真是疯了！明明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平时见面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自己会变得这么奇怪？这种莫名其妙的局促感让他根本不敢再多看他一眼。丹特还在努力说服自己，刚才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肯定只是因为被吓到了，没错，这绝对是错觉。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伊丽莎的一句话就让他彻底变了脸色。他说自己刚才见到了召唤怪物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丹特简直不敢相信，以伊丽莎那种恐怖的施法速度，对方竟然能躲开所有的攻击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伊丽莎陷入了沉思，她想起那个男人临走前的话，他说他终于找到了他，而且之后发生的一切全都是他故意安排好的。难道说这次的骚乱根本不是为了卡迪翁，而是冲着我来的？不对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刚才他占尽上风的时候就该直接动手了。比起杀掉我，他表现出来的更像是一种玩味的兴趣，而他真正的矛头其实一直都指着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卡迪翁。伊丽莎一把拉过丹特，她一脸认真地说：“我绝对不会离开你身边。”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把丹特吓得魂都没了。结果下一秒，伊丽莎就露出了真面目。所以，能不能给我披个甲，让我正式出个门？德克星那边又要派人来参加会议了。幸好这次撤退的时候，手下的人发现了一个活口，这让原本死无对证的局面终于有了一丝转机。丹特低头沉思，这个幸存者的出现确实帮了大忙。丹特现在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，魔力透支加上彻夜未眠，他连坐都坐不稳，满脑子只想求一瓶提神药，好让自己别当场晕过去。可坐在对面的埃里希根本没心思听他抱怨，他手里拿着一份刚送到的报告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。他说平原那边传回了一个很有趣的消息，在那场战斗中，无数高阶魔法像雨点一样砸下来，那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能使出来的量。埃里希放下报告，眼神变得异常犀利，他死死盯着丹特，问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：当时陪在你身边的那个女孩到底是谁？这下丹特彻底没话说了。丹特现在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，他在心里疯狂盘算，要是说实话，自己会因为违背誓言当场没命；要是敢隐瞒，那就是侮辱皇室的死罪，横竖都是个死，这题根本没法做。看着丹特半天憋不出一个字，埃里希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，他冷冷地问：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？眼看就要穿帮，丹特干脆心一横，大声嚷嚷起来：反正就算我说了你也不认识，那个人跟皇宫这种地方根本就沾不上边。埃里希听完冷笑一声，这世上还有我不认识的大人物？但他盯着丹特看了半晌，竟然破天荒地笑了笑，说他愿意相信这个解释。丹特总算捡回了一条命，但埃里希那个眼神显然没那么简单。埃里希突然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既然你说的这么玄乎，那就把那个人带到我面前来，他要亲自过目，看看这个能闹出这么大动静的人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丹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，他捂着脸忍不住低声咒骂那个混蛋。他跑回伊丽莎身边，气得直跳脚，疯狂吐槽埃里希的性格简直烂透了，要不是看在皇室血统的份上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那张脸。伊丽莎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小声劝他：陛下虽然脾气臭了点，但你这么骂是不是也有点过火了？丹特现在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大喊着：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要帮他说话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丹特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盯着伊丽莎大声质问：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麻烦？埃里希那个老狐狸已经认定我在葬人，他现在的眼神简直就是在逼我把你交出去。丹特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怀疑伊丽莎是不是打算放弃了。可伊丽莎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道耀眼的紫色光芒猛然炸开，巨大的魔法阵在伊丽莎脚下缓缓转动，那种压迫感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伊丽莎淡淡地说：她独自研究了这么久，现在的进度已经到了瓶颈，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。丹特整个人都看傻了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保护的这个女孩实力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。伊丽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她要回皇宫去，但这一次她不打算以大魔法师的身份回去。就在丹特眼皮子底下，魔法的光芒瞬间将他包裹，原本那头标志性的银发竟然像火烧一样变成了鲜红色。丹特被这股力量逼得连连后退，他眼睁睁看着眼前的少女在短短几秒钟内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变身完成后的伊丽莎眼神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冷峻，她一字一句地说：作为除了伊丽莎之外的另一个人，伊丽莎，为什么你和他在一起时一直像疯子一样笑？如果你那么容易笑，没人会想到那个人会是你。丹特还是不放心，他反复叮嘱伊丽莎，在埃里希面前一定要多微笑。虽然外表已经完全变了样，但丹特心里清楚，伊丽莎身上那种独特的气场根本藏不住。他最担心的是伊丽莎那改不掉的说话习惯，万一哪句说顺了嘴，身份立马就会露馅。伊丽莎却觉得这都是小事，她坚信自己没那么鲁莽。可这种骨子里的性格，真的能靠伪装就彻底抹掉吗？丹特现在简直要抓狂了，他甚至要求伊丽莎连眼神都要藏好，否则一露面就会被对方识破。伊丽莎虽然觉得他管得太宽，但为了大局，还是决定暂时听他的。不过在他心里，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。他非常确信，埃里希绝对认不出现在的自己，因为那个理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伊丽莎觉得埃里希压根不在乎他，所以就算自己表现得再可疑，那个男人也绝对不会多看一眼。
丹特虽然也承认这种改变容貌的顶级魔法在世人眼中简直闻所未闻，可看着眼前这个完美的伪装，他心里却莫名开始发毛，总觉得有一种万一正在暗处悄悄滋生。伊丽莎已经完全变了个人，他提醒丹特从这一刻起千万不能穿帮。他叫露西·福尔特，埃里希就出现了那股压迫感，简直让人透不过气。这是你带来的人？丹特现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只要伊丽莎说错一个字，恐怕真的会要了他的老命。伊丽莎正式亮出了新身份，可埃里希那眼神简直就是死亡凝视，一开口就直奔主题，盘问起他和丹特的关系。丹特眼看要露馅，只能硬着头皮在那边瞎话，说自己是为了保护伊丽莎才故意瞒着没报。埃里希只是冷笑了一声，这下丹特心里彻底打鼓了，这鬼话对方恐怕连一个字都没信。丹特觉得自己横竖都是死，甚至连墓碑上种什么花都想好了，可谁能想到埃里希竟然完全不按套路出牌。他不仅没打算追究，反而当场抛出了橄榄枝，直接跳过所有盘问，邀请伊丽莎留下来工作。这下轮到所有人傻眼了。埃里希盯着眼前的伊丽莎，他在等一个答案。伊丽莎最终还是点头了，他当场向埃里希宣誓效忠，承诺会为了帝国竭尽全力，哪怕会被对方讨厌，他也必须用这个身份走下去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真正护住那个想要保护的人。埃里希显然很满意这个结果，埃里希这回是大方过了头，不仅没让伊丽莎现场演示魔法，还突然开始走心，对着丹特就是一记信任大招。那句我一直很依赖你，直接让丹特当场破防，毕竟他肚子里全是谎言，这会儿心虚的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埃里希甚至把伊丽莎也托付给了他，看着对方那副真诚的笑脸，丹特只能尴尬的陪笑，这信任的债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丹特这回是真的良心发现了，埃里希越是信任他，他就越觉得自己像个骗子，甚至开始把锅甩给不在场的埃里希。伊丽莎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看着他在这儿抓狂跳脚，只用一句话就戳中了要害。他说丹特嘴上在抱怨，其实心里比谁都希望埃里希能赶紧认出他的真身。这下丹特彻底没话说了，最隐秘的心思竟然被这个女人一眼看穿。伊丽莎拿带新假期来诱惑丹特，本以为他会立马跑路，谁知道这家伙竟然转了性，说现在的日子过得还挺顺心。丹特道也干脆，只也有他帮忙，确实轻松不少，甚至还计划着要给埃里希找点麻烦。不过丹特这次是认真的，他难得严肃地表了回忠心，强调自己这回绝对站在伊丽莎这边，两人这就算是正式上了同一条船。伊丽莎虽然还没搞清楚丹特在打什么算盘，但心里已经决定先信他一回。结果这信任刚建立，他就直接反客为主，走在了最前面。丹特在后头急得直嚷嚷，说这路明明是他更熟，让伊丽莎别抢着带路。谁知道伊丽莎头也不回的对了一句，嫌慢你就走快点。在这皇家图书馆里，埃里希竟然翻到一本从没见过的怪书，他觉得很纳闷，这种书怎么会出现在这？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伊丽莎说是管理员特意借给他的，说是女孩子们都爱看。但他很快发现不对劲，这书上根本没有皇室印章，显然是有人私自带进来的。埃里希随口问了一句，这书讲的是什么？伊丽莎盯着书页说，一个普通女人爱上了一个长生不老的人。伊丽莎一开口就直接把结局给剧透了，她说故事里的女人最后死掉了。埃里希这下彻底抓狂，哪有这么讲故事的，跳过所有过程直接说结局。伊丽莎却淡定的解释，死掉并不是结束，那个女人后来转世重生了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。等她长大后，两人再次重逢，男人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就像中了魔法一样。伊丽莎觉得这根本不逻辑，外貌和魔力全都变了，怎么可能瞬间认出来？埃里希却反问道，既然这世界本来就有魔法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埃里希突然提到了他父亲，说这世上有很多事比魔法还要不可思议，根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就像他们两个本来是完全没机会认识的人，现在却能像这样天天待在一起，命运交织的奇迹就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眼前。这种近乎奢侈的相处让他产生了一丝恍惚。伊丽莎看着他问，如果换作是你，就算容貌和魔力全都变了，你还能认出那个人吗？如果那个人是你，我绝对能一眼认出你。丹特带回了一个女人，名字叫露西·福尔特，从长相到魔力，她跟失踪的伊丽莎没有半点关系。虽然眼前的女人换了副面孔，但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绝对不可能认错伊丽莎。她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突然离开，又为什么要换个身份回来，但只要是她，躲到哪里都没用。既然人已经回来了，而且还被他当场认了出来，那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？埃里希心里已经有数了，他独自坐了很久，脑子里全是那个人的影子。既然老天给了第二次机会，他就绝对不会再放手。不管对方这次回来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，他都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他跑掉。伊丽莎心里一直在盘算，得找个离主公远点的地方，既能躲开埃里希的视线，又能随时盯着宫里的动静。丹特被他念叨烦了，没好气的说，行了，别再催了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伊丽莎还是不放心，追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安排。结果丹特头也不回，说现在就带他去新部门报道。可走着走着，伊丽莎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这方向根本不是去什么偏僻角落。看着眼前的建筑，伊丽莎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方向果然不对劲，丹特竟然把他带到了这里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叫家百列的女人就迎了上来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自称是魔法骑士团的副团长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这里
可是第一帝国魔法骑士团，全帝国最顶尖的精英全在这，而他们的头儿正是那个不好对付的丹特。听说这个副团长还是丹特亲自挖回来的狠角色。伊丽莎本想找个地方躲清静，结果这下直接撞进狼窝里了。这个叫加百列的副团长实在是太热情了，非要伊丽莎叫他的小名加比，还一直夸他的名字可爱。伊丽莎听得头都大了，心里暗暗吐槽：丹特找的人果然都一个样，全是这种精力旺盛的怪咖，吵得像有一群小鸟在耳边叫。加百列一边带路一边说：新人直接进第一骑士团，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的事。现在全团的人都盯着伊丽莎看，想知道她到底什么来头。不过加百列也说了，没人敢怀疑伊丽莎的实力，毕竟她背后站着的可是团长丹特本人。更要命的是，他还是皇帝亲自召进宫的，这天才的名号一打出去，伊丽莎想低调躲着的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。加百列突然凑到伊丽莎耳边，压低声音抛出一个重磅炸弹。他说自己在西兰平原的时候，其实亲眼目睹了那一幕。伊丽莎整个人都僵住了，难道自己最想隐藏的身份，竟然被这个初次见面的女人一眼就看穿了？加百列接着感叹，那种级别的魔力控制，除了传说中的大魔法师，根本没人能做得到。可加百列却笑着说，真没想到那个人就是你，当时你穿着长袍遮得严严实实，现在总算对上号了。加百列正夸得起劲，说全团的骑士都在议论伊丽莎。就在这时，大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，丹特风风火火地闯进来，张嘴就想喊出那个秘密的名字，还好他反应够快，话到嘴边硬是给咽了回去，赶紧改口叫他露西。这一下差点没把伊丽莎吓死，要是真在这里说漏了嘴，那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。丹特倒是装得挺像，说自己只是刚汇报完工作，还一脸关心地问伊丽莎：加百列讲的东西都听懂了吗？伊丽莎只能尴尬地回了一句：算是听懂了吧。结果这一句算是吧，让旁边的加百列当场石化了。加百列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红发男人突然冲出来，不由分说就从背后搂住伊丽莎，这自来熟的镜头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男人一边死死箍着伊丽莎，一边还大大咧咧地抱怨，说新人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。丹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语气冰冷的命令他立刻放手。那富户犊子的架势，谁都能看出他真的生气了。可男人完全不看脸色，反而调侃起团长太偏心，说这么多年的交情，竟然比不过一个刚来的新人。他还没意识到被他搂在怀里的伊丽莎，此刻已经快要忍到极限了，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。感受到周围冰冷的杀气，男人刚才那股嚣张劲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赶紧松开手，连声道歉。这家伙一边陪笑一边解释，说自己只是太兴奋了，毕竟在团里当了这么久新人，今天总算熬成了前辈。不知不觉，伊丽莎换个身份潜入骑士团，已经整整3天了。虽然名义上是个新人，但她这气场实在是让周围的人压力山大。几个同事躲在箱子后面，正小声嘀咕着，总觉得这个新来的很难对付。倒不是说他脾气不好，关键是连团长见了他，说话都变得客客气气的。大家越聊越觉得不对劲，跟他待在一起，简直就像在跟顶头上司汇报工作。明明是个刚入职的新面孔，身上却散发着一种干了10年的老油条气场。这下全团的人都发现了，这个新人绝对不简单。团里的人还在私下嘀咕，觉得这姑娘是靠团长关系进来的，甚至有人觉得，论实力，团长才应该是被关照的那一个。女人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打断了他们的幻想。在那场平原战役里，她可是亲眼见识过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，那种魔法规模和出手速度，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学得来的，除非她是那位大魔法师伊丽莎。这个名字一出口，空气瞬间就凝固了。女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提到了那个禁忌的名字。她赶紧闭嘴道歉，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这帮骑士心里其实挺认可的，觉得新来的这姑娘人品不错，干活也特别卖力，只要跟她沟通，她都能完成得比预期还要好。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她这人太神秘了，从来不提自己的私事，让人想套近乎都找不到机会。几个人正聊得起劲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，这下全员都僵住了。加百列冷着脸走了过来，直接训斥了这帮嚼舌根的下属。人家不爱说私事，可不是你们在背后议论的理由。这下好了，原本想八卦一下，结果全被抓了个正着。面对加百列的质问，这几个人吓得赶紧摆手求饶，解释说自己绝对没有恶意。加百列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与其盯着那些努力干活的人找茬，不如先管好自己手里的活。看着大家纷纷低头认错，他这才拍了拍手，示意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毕竟接下来的同盟会议才是真正的重头戏，光是准备工作就堆成了山。看着加百列干劲十足的样子，底下这帮人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谁让这大场面马上就要在这座皇宫里上演了。丹特自己先崩了，整个人瘫在文件堆里，嘴里还念叨着不想干了。伊丽莎可不惯着他，直接拿着厚厚的一本书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下。他没好气地提醒丹特，这种丧气话可不能乱说，现在整个团的人都在跟着你，有样学样，集体在那儿哭着喊着要罢工。丹特被敲得一激灵，嘟囔着说这事儿可不赖他，谁让工作量这么大。他一边揉着脑袋，一边盯着伊丽莎手里的书，问这又是从哪儿翻出来的。要说这团里最离谱的还得是马伦，别人看见加班都想跑，他倒好看这堆成山的文件，居然一脸兴奋。他一边搬书一边念叨，今天的工作量真是太完美了，甚至还贴心的给丹特也准备了厚厚的一大叠。丹特在旁边看得直翻白眼，他现在更在意的是伊丽莎手里那本奇怪的书《神秘的人类心理学》。他忍不住吐槽，你拿这种书当借口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商量吧。
伊丽莎也没绕弯子，直接问起了这次会议的安排，那些重要的贵宾名单到底是谁在背后说了算。丹特刚想解释，说自己还没放权给下面的人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门口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说曹操到。埃里希竟然在这个时候直接推门进来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惊讶？丹特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，脱口而出就是一声陛下。埃里希看着他这副心虚的样子，眼神里满是怀疑，直接问他是不是心里有鬼，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。丹特只能硬着头皮否认，还试图反客为主，问这位平时大门不出的皇帝陛下，怎么今天有心智亲自跑一趟。埃里希倒是找了个好借口，说自己刚好在附近办事，顺便过来接他一起吃午饭，毕竟之前都约好了。丹特在心里疯狂吐槽，什么接人吃饭，分明是怕他偷偷跑路，特意过来抓现行的。还没等丹特缓过劲来，埃里希突然转过头盯着旁边的伊丽莎，语气冰冷地问了一句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打听贵宾名单的事？面对埃里希那能看穿人心的眼神，伊丽莎表现得很淡定，随口回了一句只是有点好奇而已。可她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的局面远比表面复杂，所谓的同盟不过是利益捆绑下的产物。从先皇伯恩哈德到新皇埃里希，权力的更迭正是把对手拉下水的最好时机，他绝不允许有人在会议上伤害埃里希一分一毫。虽然他想亲自出手，但现在的身份是露西，一个绝不能和政治沾边的普通人，他必须把这个秘密藏好。埃里希盯着他沉默了半晌，最后竟然收起了那股压迫感，语气也缓和了下来，问他要不要干脆一起吃个饭。伊丽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埃里希竟然真的把他们带到了这么华丽的餐厅里，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如坐针毡。丹特在旁边更是坐立难安，他一边机械地切着牛排，一边在心里疯狂打鼓。这位平时冷酷到底的陛下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？他到底在策划什么？结果埃里希倒是一脸淡定，优雅地放下餐具，甚至还破天荒地夸了一句，今天的菜味道不错。还没等两人松口气，埃里希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丹特把嘴里的饭喷了出来。他说以后3个人要经常一起吃。这下丹特彻底破防了，这种要命的饭局竟然以后还要天天来。面对埃里希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提议，伊丽莎赶紧找了个借口想推掉。她说自己只是个新人，如果老是跟高层一起吃饭，难免会被人说是在开小灶。旁边的丹特也赶紧跟着打圆场，毕竟他这个领路人请客还说得过去，但要是皇帝陛下亲自下场照顾新人，这传出去确实不太好听。可谁能想到埃里希听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笑容。他盯着伊丽莎，语气平淡却掷地有声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是在给你特殊待遇。这句话一出，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。其实以伊丽莎的身份，这点待遇还远远不够。埃里希看着眼前的伊丽莎，心里比谁都清楚她的真实身份。既然她想玩这种变装游戏，那自己就陪她演下去。他放下酒杯，不紧不慢地宣布了一个决定：在接下来的同盟会议上，伊丽莎将担任丹特的贴身助手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埃里希又补了一句：既然是工作需要，那以后大家经常见面，不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吗？旁边的丹特听得整个人都麻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！